你想出手，也要问过我们是否答应。滚！不知死活！哼，很漂亮的小姑娘，可惜要香消玉殒了。这不可能！天哪，丹元8重境的修为，这个少女的年纪似乎也就是18岁左右吧，竟然就已经是丹元8重境的修为了。一群跳梁小丑而已，不用在意。秦王，陈老既然给你写过一封信笺，想必你也知道我有怎样的背景吧？陈老的确有所提及，楚小友医道造诣惊人，其身后极有可能存在有一位7品以上的医道宗师。这小友的师尊真的是一位医道宗师吗？郭老觉得呢？那么不知道小友可否告知，尊师可曾施展过他所凝练的灵火呢？紫色灵火，有灵环8道，8品医道宗师。我也是曾经在一册古籍中看到过相关的记载。这医道宗师的灵火呢，为紫色，有灵环，灵环越多，级别越高。而医道宗师以下的人所凝练出来的灵火，并不会带有灵环。这种秘闻，即便是很多医师都不知道。毕竟极少有人可以接触到这种层次，而小友却能够说得出来，可见应该无错。或许这小贝也就是从古籍中看到了相关的记载，所以在这里狐假虎威呢。没错，仅凭一个杜撰的来历与背景，不足以让我等信服。哼，那你们应该都知道，我今年是13岁吧？那么13岁的3品医师，你们觉得如何呢？3品灵火，而且还是纯净的灵魂之火。好了，闲话我也不想多说。我的背景与来历，你们信也好，不信也罢，我都无所谓。在我青州楚家入主汉白城宗族的时候，你们3大家族都曾派人跟着楚宗平来找麻烦。这件事情你们怎么说？你要如何？哼，原本按照我的意思，你们3大家族只需要各自拿出500万玉币的赔偿就可以了。但是刚才某些人想要出手杀我，那么赔偿就翻倍。你们3大家族各自拿出1000万玉币的赔偿吧。1000万玉币？你是疯了吗？我们派过去的人被你们楚家给废掉了，结果还要让我们赔偿？就算你的背景很是惊人，但是这样做也太过于欺负人了。听人，俗话说得好，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要1000万玉币的赔偿，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了，这份赔偿你们也可以不给，到时候我会亲自去登门拜访。哼，那老夫就静候大驾。我是大周皇朝供奉堂的洪藏，想必你也应该知道我的来历。你是要问你们大周太子的事情？没错，龙雀山的藏龙地开启之事，我大周皇朝的太子也有前往，后来与秦国3皇子秦弘一起消失，唯一的线索指向的人便是你。虽然你的身边有强者的庇护，你或许也有一些不俗的来历与背景，但这件事情你若不给一个解释的话，我大周皇朝不会善罢甘休。更何况这件事情不只是涉及到了我们大周皇朝，还牵扯到了天玄宗一位核心弟子陆玄。
就算你的身后真的存在有一位医道宗师做靠山，却也不足以让你可以与天玄宗抗衡。哼，我能否与天玄宗抗衡，就不是你操心的事情了。至于你们大周太子的事情，是他自己进入到了藏龙地，然后藏龙地出了变故，突然关闭，而没有及时出来，与我何干呢？他们是死是活，等到藏龙地300年后再次开启之时，你们不就可以知道了吗？你的话我会如实带回去的，告辞。六公子，楚小友，本王也先告辞了。不知小友可否为老夫引荐一下尊师啊？哈哈，那老家伙早就去云游天下了，我也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我这次来天一堂呢，实际上是想要通过天一堂的渠道帮我寻找到一种灵药。哦，不知小友想要寻找什么灵药啊？小友这是要炼制玄灵丹？郭老能否帮我弄到这碧玉果呀？这天一堂中正好就有一枚碧玉果，这枚灵果我也可以送给小友，只希望小友可以让我旁观炼丹，如何啊？抱歉，因为涉及到我的丹诀传承，所以郭老开个价吧，这碧玉果我要了。只要将金玉灵丹炼制出来，我便可以开启聚气境的人体筋骨秘藏之力。那么，在我的修为达到聚气9重境以前，暂时就不会有什么瓶颈了。总算是突破了。自从我的修为达到了聚气6重境之后，已经有接近半个月没有提升了。半个月？你是说你半个月就从聚气6重境突破到了聚气7重境？哈哈。确切的说，我的修为已经突破到了聚气8重境了。属性之力，先天之铁，真是太让人难以置信了。难怪他会被一位医道宗师所看重啊！无论他在医道上的天赋如何，仅凭着一身修炼上的天赋就很恐怖了。天一堂叨扰了郭老几天，也是时候告辞了。楚公子要走啊？我这次来咸都啊，就是想要寻找着金叶草与碧玉果，与王氏和3大家族的接触，也只是随手而为之。随手而为之？那个楚公子这3天呐都在闭关，怕是还不知道如今的你已经是名动咸都了呀。哦，3天前你不是要让3大家族赔偿1000万玉币吗？现在这件事情啊，已经是传遍了咸都，大街小巷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一个13岁来自于汉白楚家的少年，要让3大家族赔偿1000万玉币，不然就后果自负。咸都中议论我的人没说什么好话吧？是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你狂妄，都觉得3大家族在咸都根深蒂固，传承了数百年，说你目中无人，狂妄嚣张的大有人在啊。那这个楚公子打算怎么做呢？过段时间郭老自然就会知道了。这几日多谢郭老的收留了，过些时日我会再来咸都的。这份清单上的材料呢，还请郭老帮我留意一下，需要多少玉璧都不成问题。我一定帮忙。那就多谢了。听说了吗？一个10几岁的毛头小子，居然威胁3大家族，要让3大家族拿出1000万玉币，不然就后果自负。这真是我听过的最好笑的事情。3大家族那是什么存在？尤其是孟家，现在是如日中天呐！就算是王氏都不敢说这种话。一个少年，这毛都没扎起来呢，也敢口出狂言呐！现在整个咸都谁不知道这件事儿啊？年少轻狂也得有个限度啊！敢向3大家族叫板，那肯定是死无全尸的下场。
听说是一个13岁的小屁孩，老子一只手就能捏爆他的卵蛋。只有愚昧的人才会去在意些许流言，唯有智者才会处变不惊，天崩于面前也不变色。不用在意这种只能背后议论是非的小人物，那只会降低了你自己的身份。那些人都这么说你了，你都不生气？你生气的样子倒是很可爱。哼，你这个家伙！谁干的？你这小妮子，是你们干的！坏了一张桌子，弄坏了你们的衣服，这些玉璧就算是赔偿吧。哼，算你小子识相。慢着！啊，做人不可太贪呐。切，笑话！我堂堂余家少爷会贪图你这么点玉璧？少爷，我身上的衣服，还有我几个朋友身上的衣服，那可都是价值上百玉璧呀。我们刚才喝的酒，那也是上等的利雪酿，一坛子也价值上百玉璧。你拿这么点玉璧，将老子当要饭的打发吗？啊？说的没错，今天你不拿出1000个玉璧来，你别想走。不拿玉璧的话，信不信老子一句话就能叫来城卫队把你抓进大牢里去啊？你看到了吧？这些人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还不让我去教训他们？好一个绝色风华的美人啊！小子，一看你就是外地来的吧？只要你拿出1000块玉璧，再让你身边的这个女人陪我们哥们几天，我就放你一马。不然的话，在这咸都的1亩3分地上，你得罪了我余家，绝对是死路一条。死路一条？难道你们就没有想过，你们为什么会被攻击吗？少他妈的说废话，拿1000玉璧出来，然后让这个女人陪我们哥几天，不然的话，少爷我就弄死你！唉，真是蠢呐！走吧。啊！死人了！死人了！队长，死者是余家的6名旁系弟子，被一剑封了喉，出手之人的速度极快，必然是单元境以上的高手。队长，虽然只是旁系弟子，但毕竟涉及到了余家。根据目击者称，凶手是朝着这个方向去的，应该是有离开咸都，是否这样去抓人呢？是啊，队长，如果能抓到凶手的话，这也是一个教好余家的机会呀。哼，机会个屁！根据目击者提供的线索，凶手是3个人，一个10几岁的白衣少年，一个18岁左右的白裙少女，还有一个锦衣中年人。你们他妈的一个个都知道个屁！收队收队，来几个人把这尸体给送到余家去。你看，原本他们是不用死的，但是你出手了，让他们产生到了贪念和邪念，所以就走向了死路。那种人渣死了活该，以后我遇见多少就杀多少。这些天辛苦柳供奉了。哎，我这个人呢，向来都是有功就有赏。我传你一门地阶上品的战技，将来可以修炼到怎样的境界，就看你自己的悟性了。地阶上品战技？你真的要传给我地阶上品战技？我从不开玩笑，区地阶上品战技而已嘛。只要你愿意为楚家做事，你所能收获的将会远超你的想象。你可知道地阶上品战技的价值啊？王国级的势力最多拥有地阶下品功法和战技的传承，皇朝级的势力一般都是地阶中品级别的传承，只有极少数的皇朝才会拥有地阶上品级别的传承啊。而在皇朝之上的地庭级势力，才有资格拥有地阶极品级别的传承。一门地阶上品战技足可以让任何皇朝级的势力疯狂了，那是让天罡4重境以上的强者都梦寐以求的强大战技啊！地阶上品战技而已，不过我还是那句话，没有我的允许，你从我这里学到的任何功法和战技，你都不可以私自传授给任何其他的人。哎，也这家伙回来了啊！
材料呢，我收集到了一些，不过还不够。不过你若要提升实力的话，我倒是有另外一种办法。什么办法？你不是已经猜到了吗？不是，你真的愿意将地阶中品的功法传授给我呀？我并没有打算将地阶中品的功法传授给你。什么？我说你小子诓我呢你啊！我说小女娃呀，老夫如果想对楚小子不利的话，早就动手了。你以为就凭你一个单元8重境的小丫头能拦得住我呀？嗨，都是自己人，别搞得那么紧张。哎，我说你小子来我这儿就是为了嘚瑟的是吧？你要是不给我一个解释，老头子我今天非得教训教训你。喂，罗老头，我说你心里就一点数都没有吗？哎呀，你也不想一想，你都已经快200岁了，这个时候我就算是给你一门地阶中品功法，你能将一身罡气转化吗？啊？并不是有一门地阶中品功法就可以将青色蛟龙之力提升到黑色囚龙之力。你过去修炼的地阶下品功法已经是根深蒂固，就算是给你地阶中品功法，你也很难做到转修，甚至有可能非但不能提升实力，还会因为功法的不相容而降低你的实力呢。柳天明当初也是青色蛟龙之力，他能转修就是因为他还很年轻，自身凝练的罡气并没有那么根深蒂固。而对于你这种修炼了接近200多年的人，转修功法那就是一个大忌，一个弄不好就会让你走火入魔。这还有这种说法呢？喂，但凡是个稍微有点水平的医师，都知道这些基本的常识。不是，那既然我不能转修地阶中品功法，那你又要如何提升我的实力啊？我说你小子可得搞清楚啊！我答应留在楚家，是因为你答应过要帮我提升到天罡7重境的。你放心，我既然答应过你，自然就会给你办到，只是时机还未到罢了。至于想要提升你的实力，在你看来是没有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我而言，却不过只是一件小事罢了。不过前提条件就是你要陪我去一趟咸都。若是你能够帮我提升实力，老夫自然可以为你出手啊。将你的修炼功法告诉我，我有办法将你的功法进一步的改良与提升为地阶中品级的功法。这样一来呢，也就不存在转修一说。只要你按照我给你的功法修炼，那么你的一身罡气自然而然的就会从青色罡气蜕变为黑色罡气。是什么？不是，你确定不是开玩笑啊？我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吗？你们之所以无法理解，是因为你们对武道的了解还处于最浅显的层次罢了。呵呵，罗老头啊，你的运气不错呀，这功法是从哪儿弄来的？这门功法呢，是我当年还是聚气7重境的时候被仇人追杀，后来被逼得跳下了悬崖，侥幸没被摔死，却意外发现了一具岁月古老的骸骨，然后得到了这门残缺的功法。哈，残缺的功法你也敢修炼？你可真够胆子大的呀！一门残缺的功法，一旦缺失了某些重要的部分，稍有不慎就会走火入魔，命丧黄泉。我之所以说你运气好，倒不是因为你能得到这门功法，而是因为你居然能够活到今天。哎，我是臭小子，按你那意思，老头子我早就该死了才对啊！你这样理解倒也没错，不过你这个老家伙运气最好的，却是你修炼的这门功法呀！我恰好知道完整的。你有完整的？你真的确定啊？我说老家伙，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呀，看得我浑身发毛啊！我不看你总行了吧？啊，你赶紧告诉我，你真的有这门功法的完整篇呢？柔儿，执笔。你修炼的这门功法名为极光无定诀，而这门功法的完整篇是分为极光篇与无定篇。至于你所得到的，只是无定篇中的一段入门心法。入门心法？你说我修炼的是一段入门心法？
这残缺的入门心法就相当于是地阶下品功法了。那要是你说的那极光无定诀，那又是什么档次的功法呀？天阶上品功法。即使是拆分开来的极光篇和无定篇，也都相当于天阶下品功法了。不过凭你的天赋，只修炼无定篇的入门心法就行了。天阶？你不会告诉我你知道完整的天阶功法吧？啊？你知道天阶功法代表了什么吗？啊？我只知道天阶功法犹如传说，是最顶级的武道功法，传说可以让人通过修炼成为神奇，与世长存。与世长存？哈！若神奇真的可以与世长存，上古时代的那些神明为何再也杳无音讯呢？神之所以被称作是神，是因为强大到了一定的境界，被奉为神明。天罡境寿元300载，涅槃境寿元600载，即便是超越了涅槃境，被奉若神明的强者，也不过是寿元千百年。上古真神的寿命最多万载，何来的与世长存呢？哼，不是我看不起你罗老头儿，就算是给你天阶功法，就凭你的天赋和资质，你能修炼成为神明吗？啊！再说了，我身上如果有天阶功法的话，你也不想一想，在这五玄大陆上，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身怀天阶功法的传承？你就不怕他对你出手？那罗老头可是天罡6重境的强者啊！哎，傻丫头啊，你没看出来我是在对他试探吗？如果他被欲望冲昏了头脑而选择对我出手，那么他就死定了。别忘了当初我给你的那道灵文，天罡7重境的人都照杀不误。罗老头恐怕都不知道他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吧。这个家伙的身边以后会有很多女人贴过来吧。将水火相融还是很难做到呀。这天地元气的波动很是剧烈呀，冷热交替，蕴藏水火之力，他到底是在做什么呀？动静虽然挺大的，但是比起过去倒是小了很多呀。已经7天了。你没事吧？放心吧，这种程度的爆炸还伤不到我。你都已经折腾7天了，休息一下吧。你看我还有地方休息吗？啊？不过看在你盛情邀请的份上，本少爷倒是可以勉强答应去你的房间里休息一下。谁邀请你了？脸皮真厚。哼，我让你去，你敢吗？喂，你那是什么眼神啊？满脑子都是呜呜啊！早知道就不给你解开禁元灵文了。你现在后悔也晚了，现在的你可不是我的对手哦，小男人。喂，小妮子，信不信我把你就地正法呀？有本事你来呀！不是，这姑奶奶，我错了，你给我等着。难道说他成功了？启禀家主，陈少爷说要派人去重新修缮他的住处。这种小事儿还用跟我汇报啊？楚尘的话，在这个家族中就等同于是我说的话，按他说的去做吧。是。那臭小子终于折腾完事儿了，不过最近一段时间，他却很少来看一看我这个爷爷了呀。哎，如果我们能一直都这样安宁的生活，多好啊！还是要居安思危啊。罗谦那边怎么样了？那个老家伙最近一直都在闭关，应该是在修炼你给他的功法。
啊，你去让他来一趟。好。完，你说楚小子让我过去？哎，走吧。你的修炼进度太慢了。这还算慢呢？啊？不是，你也说了，这无定篇的入门心法属于天阶功法的范畴啊，这哪里是简简单单就能够修炼成功的呀？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再过3个月啊，我应该就可以将一身的罡气转化为黑色囚笼之力了。太慢了，我等不了你3个月，我只能再给你3天的时间。在大周皇朝与玄天宗威胁来临之前，大秦王国中的潜在隐患必须尽早铲除掉。3天？那根本就不可能嘛！哼，在我这里没多少事情是不可能的。3天？你可别再给我开玩笑了你！哼，我这个人很少开玩笑。天地之源从于无而归于无。这个家伙竟然是要给我讲述无定篇心法的精髓玄奥啊！我说你到底是什么人呢？接下来每天我会用2个时辰给你讲述无定篇的精髓与奥义。如果3天的时间你还无法将一身罡气转化完成的话，那么你的悟性可就真的是烂泥扶不上墙了。哎，我说你这个家伙居然敢小瞧我啊！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呐！啊，哎，还算不错，只是不错啊！真不知道你这种妖孽是从什么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回去吧，3天之后我们启程前往仙都。哎，好。单元9重境。我突破了！你的悟性不错，我刚才讲述的都是天罡境层次的5道玄奥，而你以单元境的修为就能有所领悟，实属不易啊。你刚才讲的一些地方我没有听懂，你再给我讲讲吧。这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你能将我今天讲的全部理解透彻，就足可以让你受益匪浅了。我给你讲的再多，你只能领悟一部分，终究难登大雅之堂啊。至于你所修炼的梅奥诀，我并没有修炼过，所以这门功法最终可以修炼到什么境界，也只能是依靠你自己去感悟了。以现在的灵火强度，倒是可以炼制中品灵气了。若是我的修为可以达到聚气9重境，再次开启人体5脏秘力，那么我的灵魂力也将会提升到单元4重境的层次，灵火的威力也会提升，就可以炼制出增幅5成之力的中品灵气了。想要找到奇物，还是得通过奇物阁的渠道才行啊。啊，5种奇物？我说楚少啊，你真当奇物是大街上的白菜吗？奇物阁收罗天下奇物，这种低级的奇物肯定是有的。那有是肯定会有了，但是这个价格方面，我可是没有权利给你降低的呀。金翅鸟是一种3级的凶兽，据说是具有一丝金翅大鹏鸟血脉的后裔，极其的少见。你遍寻大秦王国的疆土，也未必能找得到一只啊。所以这金翅鸟的内丹价值100万玉币啊！千年青木根据说有活死人肉白骨的功效，以致炼制的疗伤丹效果惊人，所以这千年青木根最起码也是价值50万玉币左右啊！玉璧不成问题，你尽管给我凑齐这5种材料。好，我会尽快发布出去，不出意外的话，1个月之内就会有人将材料送过来。如果奇物使将材料送过来，而你又无法拿出玉璧支付的话，这可不是小事啊。行了，我知道了，你就尽管放心的去做吧。要不要洗劫几个奇物使呢？1个月的时间足够前往仙都解决3大家族，到时候正好可以赶回来，拿到材料就能够炼制5行伞了。到时候我的修为就可以踏入聚气10重境，汇聚皮肉筋骨5脏之秘力，便可在聚气10重境淬炼开启人体经脉秘力。
完成聚气境这一层次的所有修行，打下最完美的根基。上古时代也有一些人可以做到开启人体秘藏的力量，不知道我的实地战尊诀与那些上古传说中的功法比起来如何呢？李大人，前面就是大秦王国了。小小的一个王国之中，居然有人冒充一道宗师的弟子，我倒是要看看是谁这么大的胆子。你说那个只有13岁的少年，已经可以凝聚出3品灵火了？哎，是的，李大人。很好，看来这个少年得到了不错的机缘呐。此行或许还能有所收获呀。李大人，万一那个少年的背后真的有一位一道宗师呢？这种谎话你也会相信呐？若真的是被一道宗师级的强者所看中，又怎么会将他留在一个小小的王国之中呢？啊？这李大人英明。恭喜罗老了。是楚尘让你过来的吧？啊？哼，你的悟性倒还没有蠢到不可救药。都安排好了吗？已经安排好了，随时可以出发。那就出发吧。陆苍的修炼如何了？他修炼得很刻苦，如今已经是聚气境的修为了。好强大的战绩耶！你也不用羡慕，只要你好好的为我做事，你也可以得到。柔儿，过来。以我现在的修为，修炼枚寒剑还是有些勉强呢。中品灵剑。你倒是有些眼力啊！真的是中品灵剑？只是一件中品灵剑而已，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试一试，是否趁手？看来我炼制的中品灵气还算不错呀。好强大的感觉！哎，别高兴得太早了。攻击灵气只能让你的攻击力得到增幅，而对你的速度并没有增幅啊。这是一双脚环，你戴上再试试。增幅速度的灵气。那这件软甲你贴身穿上，下品攻击灵气无法破开这件软甲的防御。谢谢你。不是，这些灵气都是你炼制的？没错，所以你现在还觉得跟在我身边委屈吗？啊？楚家的库藏之中材料有限，所以呢，我也只是炼制了3件灵器。不过这次去咸都解决了3大家族之后，他们的宝库之中应该会有更多的材料。你也放心，3大家族交给我来解决。上古之后，天地就成了囚笼。这一世的我可不会甘心继续做一只笼中之鸟啊！郭老，您怎么停下了？哟，小友，我们又见面了。哈哈，是啊，郭老这么急忙，这是要去哪儿啊？秦王，不知道为何忽然昏迷了，老夫正准备去看看呢。哈，那就不叨扰郭老了，你忙你的。郭老，我们快点赶过去吧。王上若是怪罪下来，奴才可是承受不起呀。既然如此，小友呢可以先去天一堂稍后啊。小友让我帮忙寻找的那些材料有些眉目了。哼，效率还算不错。孟兄，你应该知道那楚尘身处于何处吧？汉白城楚家，若是以黎大人的丰鹰代步，2天即可抵达。既然如此，那么事不宜迟，我有皇命在身，就不久留了啊！黎大人何必如此焦急？那个小畜生前不久还在咸都夸下海口，言称要让我们孟家赔偿1000万玉币，不然就后果自负啊！以那小畜生的狂妄，相信不久之后就会再来咸都，到时候黎大人要将他擒拿，自然是手到前来，何须亲自走一趟啊？不如现在在我孟家做客几日，老夫一定要好好的尽一尽这地主之谊呀！这怎么好意思呢？皇命难违呀！
李大人，房间老夫已经命人备好了，3个28妙厨，每一个都是极品，国色天香，相信李大人一定会喜欢的。洪大人的房间，老夫也同样有所准备，还请二位莫要嫌弃的好啊。皇命在身，本座还是先将那姓楚的小子抓到了再说吧。发誓，何人胆敢擅闯孟家？擅闯者格杀无论。抱歉，是你？你为何要毁掉我孟家的门户？哼，毁了，你又能奈我何？你不可饶恕！不可饶恕的是你们孟家。哼，当初我给过你们机会，而你们却选择了拒绝。让孟元昊出来吧。不管你有什么来头，无论你有什么理由毁我孟家门户，那就是死仇。说！临阵卷轴。不要以为有天罡4重境的强者庇护，你就可以挑衅我们孟家。4品初阶灵阵，想要以力破阵的话，你起码要提升到天罡5重境的力量才可以。好，不用那么麻烦，你只需要全力攻击我标记出来的位置就可以了。什么？灵阵居然被破掉了？那可是一座强大的灵阵，就算是身怀黑色囚龙之力的天罡4重境被困住，没有1个时辰以上也别想出来才对啊！这个小畜生的身边居然还有另一位天罡4重境的强者。我这个人向来不会仁慈，既然你们选择违背了我的意志，那就只能去死了。不！抓住那个小畜生！愚蠢的人呐！我对付那个少女，剩下的人尽快擒住那个小畜生。什么？1击秒杀？再厉害也是一个人，只要抓住那个小畜生，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没错，老祖也必然很快就会赶来，他敢带人来犯我孟家，必死无疑。哼，把我当作是软柿子吗？但愿3重境。但愿3重境又如何？在我等的面前，仍旧是蝼蚁而已。孟搜成，你愣着做什么呢？哼，战斗的时候分心，可是生死大忌呀！你没事吧？好恐怖的手段呢！喂，如果不是我有点实力的话，估计已经被抓住了呀。我知道你是想要试探我的实力，但是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是我的错，抱歉啊！你们该死！哼，该死的人是你。当初给过你机会，而你选择了拒绝。我说过，后果自负。孟元昊，我现在依然给你一个机会，拿出2000万玉币赔偿，不然的话，我今天就踏平了你们孟家。小畜生，你欺人太甚！你就是楚尘？你是大周皇朝供奉堂的人，哼，天罡6重境的修为，放在大周皇朝也算是排名靠前的强者了。本座李玄，既然你知道，就束手就擒，跟我走一趟吧。看来我的背景并没有让你们大周皇朝忌惮呢。背景？哼，你以为虚构出来的背景就能够唬住人了吗？别天真了，老夫要将你这小畜生碎尸万段！我要带这个小畜生回去复命，你不可杀他！哼，我说李玄呐，20多年不见了，你这威风不小啊！你是罗阎王，传闻不是说你已经死了吗？罗阎王？哼！看来老夫销声匿迹了20多年，还有人记得我呀？罗阎王，如今可已经不是你的时代了。哼，当年的你对于我而言高高在上，但是这20多年以来，我加入了供奉堂，得到了修炼地阶中品功法的机会，一身修为也达到了天罡6重境。
阎王，你已经老了，想必你也不可能突破到天罡7重境了，你不是我的对手，所以我奉劝你最好还是与这个小畜生撇清关系，不然的话，你会遭到皇室的追杀。哼，当年的你在大周王榜之上排名第7位，而我如今排名是在第5位。李选，若是老夫没有记错，当年你意图奸污一名女子，老夫看在你天赋不错、修行不易的情面上，饶你不死。莫非你已经忘了？我怎么会忘记？当年的你高高在上，让我只能是跪地求饶，那是我一生中的耻辱。不过就是一个卑贱的女人而已，你居然为了一个卑贱的女人差点杀死我！老家伙，你或许不知道吧，自从你销声匿迹之后，我将那女人玩腻了之后，我一刀一刀活剐了她。现在我也给你一个机会，如当年的我一样跪地求饶，我兴许会饶你这个老东西的一条狗命啊！畜生不如的狗东西！小丫头倒是一个极品角色，应该可以让本座玩许久而不腻呀，可以多活几日啊！罗谦，杀了他！我真后悔当初没宰了这个畜生。你居然也能凝练出黑色囚笼之力了？柔儿，我们走。事情有些出乎意料了。你的速度这么快，你们逃不掉的。小畜生，你屡次与我孟家为敌，你最好祈祷别被老夫抓到，不然的话，必然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无极顺势，居然躲开了！老夫不信你每次都能躲得开。孟前辈，你为何在仙都之中肆意出手，伤及无辜？滚开，不然的话，老夫连你一起杀！孟元浩，你不要太放肆了。虽然我的修为不如你，但是你这样做是在挑衅王室的尊威，秦王也不会饶恕你的。你以为抬出秦王就能吓得住老夫了吗？秦王将死，仙都也将再立新王。你若识相，就立即给我让开，不然的话，你今日必死无疑。放肆！冥顽不灵！我们赶快逃吧！哎，我这次来仙都，怎么可能空手而归呀？你别忘了，我们若要杀死这个孟元浩，只是轻而易举的小事罢了。那你快用灵纹杀死这个老家伙，然后我们再去杀了那个叫做黎玄的人。喂，你这个丫头能不能有点脑子呀？我之所以没有动用那道灵纹，就是因为我不想浪费在这种垃圾的身上。如果能有其他的办法化解危机，那道灵纹就可以留在楚家，关键时刻可以当做保命的底牌手段。我们去王宫。给老夫滚开！王上的情况如何了？郭老，王上的身体没事吧？王上的状况，老夫也没有见过。他处于昏迷的状态，生命气息越来越弱，但却根本找不出根源所在呀。什么？郭老已经是4品的医师，以你的境界都看不出王上的病症所在。王上啊！是不是中毒了？哎，不排除这个可能。王上在昏迷之前是否吃了什么东西？瑞王饶命，饶命啊！老奴对王上是忠心耿耿，绝无加害之心呐。他应该不会有问题，王上的贴身太监都是通过最严格筛选的。各老明察，各老明察呀！瑞王，阁老，老奴想起来了，在王上昏迷前的1个时辰，去过栾妃那儿。栾妃，你们去把栾妃请来。
是。皇上，从实招来。这王上去栾妃那里的时候，老奴都是在外边候着，又岂敢进去啊？已经搜过栾妃的宫闱，没有任何的异常。你们怀疑是我害了王上？皇上对我恩宠有加，臣妾怎么可能谋害王上？我那不是自毁前程吗？哼，就凭你一个区区的天罡二重境，也想阻拦老夫？秦卫，你不怕死吗？保护王室是我的使命。哼，要不是看在你对王室忠心耿耿，留下你还有一些用处的话，以老夫的实力，若要杀你，你早就已经死了。我再给你最后的一次机会，立刻给老夫让开。等新王继位之后，你依旧还是秦卫，还是大统领。我宁死不退。你居然为了阻拦我，不惜施展禁术。既然你自己找死，那老夫就不需要在手下留情了。忠诚之人最为可贵啊！傻丫头，就换我来守护你吧。来者止步！去通禀一声，我要见郭老。小友，你来了，还请小友帮忙看一看秦王的病症啊。郭老，这样不妥吧？怎么，你是怀疑老夫吗？楚小友可是医道宗师的弟子，得到了真传，说不定可以看出秦王的病症啊。秦王现在的情况很不妙，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老夫和楚小友离开就是了。郭老别生气呀，既然郭老作保，让楚兄弟看一看也无妨。放肆！瑞王你好大的胆子！事关王上的生死攸关，瑞王你担待得起吗？诸位阁老说的没错，王上万金之躯，他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又能有什么医术？至于他背后所谓的医道宗师，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存在？莫非瑞王你与外人勾结，想要谋害王上不成？你，这位是啊，她是栾妃，秦王最宠爱的妃子。哼，你们这些迂腐的老东西都在寻找秦王的病症？放肆！哼，少在我面前倚老卖老。如果你们想要秦王活命的话，最好还是给我恭敬一点。你口出狂言！莫非就凭你一个10几岁的毛头小子，还能比郭老的医术更高吗？你已经看过了？老朽无能啊，没能找出病症的源头啊。莫非小友已经知道了？没错。胡言乱语！你看都没有看过就知道王上的病症，简直是可笑至极！来人，给我把这个狂徒轰出去！你看着本宫做什么？大胆狂徒，竟敢亵渎王妃！我呸！你一个破鞋，也有资格让我们公子看上你？够了！我来这里不是跟你们浪费时间的，别给自己找不自在。你身上的体香根本就不是天生的体香，而是用香荷散沐浴，每月只需要沐浴1次，就能够保持身上的这种体香。你胡说八道！此人就是来捣乱的，你们这些秦卫还愣着做什么？赶紧把他抓起来，他要谋害王上！这位小友，还请你告知你所说的香荷散是什么？香荷散是一种药剂，正如楚小友所说，以香荷散加入水中沐浴，可以保持1个月的体香。这种药剂啊比较少见，若不是小友说起来，这老夫也不会认出来。虽然香荷散这种药剂的作用太过于鸡肋，但是对于很多女人来说却是千金难求的好东西。
但就算如此，最多证明栾妃不是天生体香，有欺瞒之罪，而这香河散本身并没有任何的毒性啊！哼，郭老，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香河散的确没有毒性，但这世间却有另外一种毒，名为极欢毒。极欢毒？哎，我好像听说过这种毒药。啊，我明白了，香河散本无毒，但若遇到了极欢毒，就会化作合欢毒，可致人昏死，活不过3个时辰。病症的根源已经显而易见，是栾妃下的毒。什么？那个，秦王中了合欢毒，无疑是问题出在这个女人的身上。瑞王、阁老，你们要为臣妾做主啊！这老东西和那小畜生一唱一和，这是要将臣妾置于死地，是要将王上置于死地啊！来人，给我将栾妃拿下！小友果然见闻非凡，老夫虽知道香河散，也在古籍当中看过合欢毒的记载，但却没有联想到这一方面呢。香河散比较少见，会调配合欢毒的人更是极少。郭老没有认出来也是正常的。冤枉啊！臣妾冤枉啊！解药拿来！臣妾没有下毒，没有下毒，我没有下毒，何来的解药？你还嘴硬，你信不信我？启禀瑞王，诸位阁老，王宫之外，孟家老祖求见。敢问王上中的合欢毒怎么解？这贱人不肯交出解药。据老夫从古籍之中所看到的记载，合欢毒无解，3个时辰必死。什么？也并非无解。小畜生，拿命来！孟老祖，你这是何意？王宫大内之中，岂能容你肆意妄为？哼！这小畜生带着一个天罡6重境的强者闯入我孟家，杀我孟家高手无数，老夫一路追杀至此，还望瑞王不要插手。王上昏迷，生死攸关，楚小友身怀救治之法，无论你与楚臣之间有任何的恩怨，都要等到王上醒来之后再说。哼！你以为就凭你能拦得住我？莫非没有王上在，你就认为你可以在王宫之中横行无忌吗？你若还敢动手，我敢保证，你必将滴血如此。而且若是我没有记错，当年将栾妃进献给王上，便是你们孟家吧？是又如何？胆敢谋害王上，你好大的胆子！该死的小畜生！保护王上，护驾，护驾！楚臣，你这个混小子，居然把老夫一个人丢下自己跑了！自己人，放行！我说楚小子，你可不厚道啊你啊！我被天罡镜盯上，不跑等死吗？难道老夫一个人就能打得过7、8个天罡镜吗？啊！7、8个天罡镜，他们已经来了。你们这是要造反吗？就算你们可以造反成功，上古秦族也不会放过你们。哼，少拿上古秦族来威胁老夫。秦国依旧还是王室的秦国，但却需要换一个秦王。孟元浩，你好大的胆子！你居然想要掌控秦国王室，你好大的野心！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狼子野心之辈，你辜负了秦王对你的信任。你们的事情本座懒得插手，但是这3个人必须要交出来。你是何人？你是大周皇朝的人。没错，本座乃是大周皇朝供奉堂的李选，奉大周皇主之命，要将楚臣抓回去。只要你们将楚臣和他身边的2个人交出来，本座便不会插手你们秦国内部的事情。恕难从命。
王上生死攸关，唯一的希望就只能寄托在楚臣的身上。皇命难违，既然如此，那就不要怪本座出手了。天罡六重剑，囚笼之力。本座再给你们最后的一次机会，将楚臣交出来。哼，这种话你们也信？即使是你们把我交出去，莫非你们就能抵挡得住三大家族的进攻？大周皇朝的这2个人就一定会袖手旁观，不会插手？我真怀疑你们这些人几十年是怎么过来的，一个个都是猪脑子。别的不说，没有我在，秦王必死无疑。但是天罡六重剑的强者，这里没有人可以挡得住啊！哼，谁说没有人挡得住啊？罗老头，希望你不要再让我失望。中品灵剑，莫非这位老先生可以抗衡天罡六重剑的强者？又是一位身怀囚笼之力的天罡六重将！天哪，我眼花了吗？老东西，给我死来！你个小畜生，没有其他人和你联手围攻老夫，这回老夫要活剐了你！好了，现在大周皇朝的2个供奉已经没有威胁了，剩下的人就交给你们了。公子，王上就拜托您了。在我没有出来之前，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打扰我。公子放心，除非我死了，否则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踏入这里半步。郭老，跟我来。楚小友可有把握呀？秦王很关键，因为只有秦王的手中拿着一枚信物，掌控着秦国王室的底蕴呐。合欢毒虽然号称无解，但也并非真的就没有化解的办法。不如小友将化解之法告诉我，我来出手如何呀？这个虽然我知道这个要求有些强人所难，但是此刻是人命关天，相信只要可以救秦王一命的话，老夫和秦国王室都会给小友补偿。你不行，哎呦，小友若是觉得老夫想要贪图你的传承，那么老夫我也无话可说呀。我倒不是以为你要贪图什么，而是以你的医术做不到。柔儿，你先退后，距离远一些。因为楚小友是来给秦王诊治的。哼，地阶中品身法大圆满，小小一个王国之中有这样的高手，倒也难得呀。果然是合欢毒，玄蛇金3寸，琉璃草2株，麒麟花1朵，熬炼成药剂。小友，这是……你愣着干什么？赶紧按照我的要求做，否则秦王撑不了多久。拿赤血银针来，你们几个把秦王的衣服脱干净。按照他的要求做。魂力控物，这简直就是鬼斧神工啊！这是在什么地方？王上，因为这是怎么了？别乱动，我以银针封住了你的周身穴窍，阻止了合欢毒的扩散，所以你才能够醒过来。楚公子，你说朕中了毒？没错，你那个身上有体香的妃子，是因为用香河散洗浴才会有体香。那些逆贼都该死！多谢楚公子救朕一命，这份恩情朕没齿难忘。还请公子拔掉银针，朕要出去将那3大家族杀个片甲不留。你虽然醒来，却并不代表你的毒就已经化解了。我之所以让你醒过来，是因为关于解毒的方法，我要提前告诉你，让你自己做出选择。还请公子告知，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朕都要站起身来，亲自杀尽那些叛逆。让其他的人都退下，我要单独和你说。
皇上不可！退下吧，楚公子若想要害我，朕又岂能还有醒来的机会？现在没有其他人了，楚公子有什么话，尽管直说。根据我对你身体情况的了解，从你中毒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个多时辰，并且此刻就在这座宫殿的外面，3大家族的天罡镜汇聚在一起，正在试图冲杀进来，所以留给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虽然对于别人来说，合欢毒号称无解，但是我却有一个办法可以化解，但是却需要你做出一个抉择。什么抉择？你是如何中毒的，你已经知道了，而我所说的解毒之法，便需要切下你的那个部位，然后配合我的刑侦之术，将你体内的合欢毒从你切下的部位逼出来。什么？楚公子，你的意思是要……没错，虽然可以解毒，但是你却会变成一个阉人。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别无他法，因为合欢毒是从那个地方进入你体内的，所以也只能从那个地方逼出来，无法从其他的位置逼出来。该死！他们都该死！他们都该死啊！你也不需要那么的绝望，将来如果你能够找寻到绯红灵根，便可断肢重生。断肢重生，绯红灵根。楚公子，我已经决定了。中品灵剑，你居然有中品灵剑！誓死保卫皇上！说哟！杀！誓死保卫皇上！皇上，秦王！皇上万岁万岁万岁！因为随朕杀尽那些叛逆。这楚小友，这。合欢毒虽然难解，但只要化解了，对秦王的修为和实力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小友的医术让老夫佩服啊！杀呀！誓死保卫皇上！秦王，皇上，是皇上。尔等叛逆，当诛！杀剑，屠妖阵。大内禁军听令，布天罡青椒阵。撤！一个也别想走！啊！我不要死！调动灵阵之力，杀了那2个人。秦王，你敢对我出手？你敢来朕的王宫，那么无论你是什么来历，朕都敢杀你！混账东西，走！你个小畜生，你别想逃！他奶奶的，还是被那个小兔崽子给跑了。看来是2败俱伤啊！无论付出任何的代价，朕也绝对不会容忍3大家族的继续存在。来人，传朕的旨意，开启国库。多亏了楚小友，不然的话，若是没有秦王醒来，怕是整个王室都要遭逢一场大变了呀！多谢楚公子。诸位不要高兴得太早，一切还未结束。以孟元浩那老东西为首的3大家族必然会垂死挣扎。没错，李玄逃走之后，很快就会将消息传达到大周皇朝，到时候会有更加棘手的家伙过来。无论是谁，朕都要让他们付出代价。这次的事情过去之后，秦国的格局也应该可以稳定下来了吧？合欢毒根本不是郭春明那个老东西能够解的。皇
况且我们还没有输，李玄乃是大周皇朝排名前5的强者，他禀报老主，李玄和洪藏2位大周供奉已经走了，准备离开仙都。什么？不好啦，老祖，大事不好了！大内禁军已经将我们孟家府邸团团包围，王氏禁军分兵3路，赵家和于家也都被包围控制了。完了！混账啊！老总啊，那个我们还是向王氏投降，或许可以从轻发落呢。那个王氏禁军包围了家族府邸，我妻子还有身孕，谁若再敢动摇军心，杀无赦！你凭什么杀我们赵家的人？孟兄，你太过分了！你们没有任何的选择，只能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对于秦王来说，我们已经是谋反了，你们还要天真的认为他会放过我们吗？啊！在这里的都是3大家族的精锐力量，每一个人都是单元境以上的武者，加上老夫在孟家布置的各种灵文灵阵，未必就没有抗衡之力啊！王上有令，杀无赦！没想到事情会弄得这么麻烦。让罗谦单独行动，如果我们去于家遇到天罡境的老家伙怎么办？世间有太多的如果，但若只是因为如果可能发生的事情就要畏惧向前，那可不是我的风格。这次我来咸都就是为了3大家族的资源而来，若是什么都不做，到时候可就都落入到秦国王室的手中了。镇魂灵文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吞噬灵文，去死吧！小心！混账！你这傻女人，你想什么呢？杀了他们！对不起，是因为我走神了，我为刚才的态度向你道歉。不过以后不允许你这样做了。以我的身体，那家伙根本伤不到我一根汗毛。杀！王上有令，于家之人无论男女老幼，诛灭9族，杀无赦。我们走吧。一个王室居然拥有这样的力量，不然你以为一个王室凭借什么来威慑十方，掌控一方疆域呢？无论是王室，亦或者是皇朝、帝庭，他们的底蕴强大之处就在于灵文战甲。战甲之上铭刻灵文，这本身就已经是相当于中品炼器师的手段了。这些战甲上的灵文又相互契合，都化作灵阵，便是属于4级以上灵文师的手段。灵文战甲的锻造方法，这才是秦国王室真正的底蕴所在。而这样的一股强大力量可以掌握在手中，依仗的也是背后有上古秦族的撑腰。这秦国王室的灵文战甲属于下品灵器的范畴，但是灵文战甲最厉害的地方，却不是本身的增幅之力。如果有数十名身穿灵文战甲的单元境武者联手布阵，就能够对抗天罡境。如果是上百名联手，甚至可以杀死比较弱一些的天罡境。任何一种灵文战甲都需要依托于某种灵阵来进行锻造。秦国王室所掌握的灵阵叫做杀剑屠妖阵，所以这些穿着灵文战甲的王室禁军便可以凭借战甲上的灵文组合成杀剑屠妖阵来杀敌，属于攻击类的灵阵。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我知道的可比你想象中的更多。走这边。果然呐，这样一来，没有了灵文之术，我便无法与天罡级的武者相抗衡了呀。你怎么了？没什么，我们小心一点吧，说不定于家的宝库那边会有什么危险存在呢。找到了，杀无赦。你就算是杀了我们，你也打不开宝库，唯有族长手中的信物才能打开宝库，那就不劳你费心了。于家宝库建造在这里，看来应该是有什么机关吧。
在左边第5排，从左边数第7块地板的位置。这是一个小障眼法而已。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一块地板上，铭刻了一种特殊的灵纹，而这种灵纹的功效呢，很鸡肋，就是可以改变周围的声音。又来，原来如此。你怎么了？没什么。你再敲一敲这块地砖试试。哦，是中空的。你是怎么做到的？这是一个秘密。有密道。走吧。身为咸都的3大家族之一，这宝库的所在倒是有点水平了一些。不过关键之处还是在于这道铁门上面的灵纹之阵。小心！虽然以我对于灵纹一道的造诣，想要破解这上面的灵阵不难，但是相比起来，还是轮回眼的这种特殊能力更加的好用啊！好多的玉璧啊！将这里的东西全部都带走。没问题。好多的玉璧，天哪！还有好多的灵材矿石。不知道罗谦那边是否顺利呀？楚公子。是楚公子来了。公子在赵家和于家之中可有收获呀？略有收获。相比起这点收获的话，3大家族在咸都以及整个大秦王国的无数产业才是重中之重吧。公子说的没有错。赵家和于家的产业每年都能有上千万的玉璧进账，孟家的产业更是每年都能有3000万玉璧的产出。不过武者的修炼是一项很大的开销，很多天罡境的武者虽然赚取玉璧不难，但是赚来的玉璧也基本上都在修炼上消耗，哪有存余啊？当然，若是楚公子想要的话，3大家族的产业，朕可以做主，给你们楚家30%。楚公子，这份产业不小，怕是你们楚家吃不下呀。没错，据老夫所知，你们楚家修为最高的也就是丹元7重境，这么大的产业，以楚家的底蕴可保不住啊。做人要有自知之明啊！我不要30%，我要的是50%。50%！姓楚的小子你，50%！楚臣，做人要有一个底线呐。虽然你救了王上一命，但是你却并没有那个资格提出如此过分的要求。3大家族50%的产业，亏你也说得出口。你的口味可真够大的，就凭你们一个小小的楚家，就算给你，你也能守得住啊！我楚家能不能吃得下这件事情，就不需要你们来操心了。不客气地说，如果我直接离开咸都，秦王必死。没有秦王持有信物开启王室的底蕴之力，以孟家为首的3大家族，不出意外就会谋反成功。若是那样的话，他们碍于上古秦族不敢鸠占鹊巢，但是扶持起一个傀儡秦王，暗中掌控秦国的格局，还是轻而易举的就能做到的。所以我救了秦王，就等于是救了你们整个王室，而也只是要这么点报酬而已。莫非还抵不上秦王的一条命，抵不上整个秦国王室的未来？只要楚公子让这位老先生出手相助，灭掉3大家族的余孽之后，朕答应给你楚家50%的产业。可以。得，老头子我又要给你当苦力了。去死吧！大家拼了，杀出去呀！我们的亲人都被杀死了，杀了这些王室的走狗，报仇雪恨。孟兄，我们看来是杀不出去了。不，我们还没有输。
孟兄，你若还有什么办法，就赶紧用出来吧，不然就算是我们有机会逃出去，这手下这些人都死光了，就剩下咱们几个老家伙，又还有什么用啊？是啊，孟兄，我们都已经老了，没多少年可活了，很难再白手起家了呀。好，既然如此，那就让所有人都汇聚到我们这边来，自寻死路。青焰麒麟阵，乾坤煞血阵，那是什么？哎，这让人森然的气息，有种不好的预感。任凭他们有任何的手段，在青焰麒麟阵的攻击之下，都要给我灰飞烟灭！什么？那孟元浩竟然有手段可以与青焰麒麟阵相抗衡？都给老夫去死吧！夺命休矣！快走！是那个罗老！给我破！怎么可能？强大如罗老，竟然都被击退了。那是乾坤煞血阵。什么是乾坤煞血阵呢？竟然是乾坤煞血阵！我听说过这种阵法，据说是一种极其歹毒的邪恶阵法。阵法一经展开，那么只要是在这阵法范围内的一切生灵，就都会被强行剥夺生命之力，化作阵法的力量。如此一来，掌控这座阵法之人就能够发挥出极其强大的实力啊！王上还是让禁卫和秦军退下吧，否则一旦被乾坤煞血阵笼罩进去的话，他们不光会死，他们的生命力反而会被孟元浩所利用，杀死我们更多的人呐！这世间居然还有如此的灵阵，任何灵阵都几乎不可能没有缺点。这乾坤煞血阵的强大之处就在于夺取生命寿元。同样的，这种灵阵的弱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只要不进入灵阵笼罩的范围之内就可以了。下令让禁军秦卫撤退，都给我去死！孟元浩，你对我们做了什么？孟兄，你这要是干什么？没有我等相助，仅凭你一个人如何能够对抗王氏的大军？老祖啊，我等不想死啊！都给我闭嘴！能够有资格成为乾元煞血阵的祭品，你们应该感觉到荣幸才对。你疯了！没错，我的确是疯了。以目前的局势来看，我要脱身，就只能牺牲掉你们了。竟然知晓乾坤煞血阵的弱点，以血击煞。我有乾坤煞血阵，就算你是天罡六重境，也不是我的对手。让你手下的人都撤回来吧，他有乾坤煞血阵在手，你们留不住他，只是徒劳的死掉更多的人罢了。就算是死再多的人，朕也不能容许这个老东西逃出咸都。将来的某一天，老夫还会回来的，届时必然血洗了整个咸都，你们所有人都要死。这该如何是好啊？丧家之犬而已，无需太过于在意。乾坤煞血阵也不是无敌的，短时间内他不会出来兴风作浪了。哎，此话怎讲？瑞王，朕命你率领人马，控制住三大家族在咸都中的所有产业，其他地方的产业你也立刻派人前去接手。但凡遇到任何的反抗，格杀勿论。朕给你先斩后奏的权利。臣遵旨。卑躬。臣已到，没有过来上朝的，一律抄家问斩。任何昔日与三大家族关系走得比较近的臣子，朕给你们一个机会。但是三大家族叛国谋逆，十恶不赦，当诛九族。
皇上饶命啊！求皇上饶恕啊！臣发誓绝对没有参与任何的谋逆之事啊！此次可以平定叛乱，斩除谋逆，楚公子居功至伟。之前朕答应过你，3大家族的产业给你5成，朕也会说到做到。皇上不可，罪魁祸首孟元浩逃走，所以臣觉得3大家族的产业只能给他3成。臣附议。皇上，臣也附议。莫非你们觉得一位天罡6重境的武者没有资格拿下3大家族的5成产业吗？哼！如果你们如此认为的话，那么我也无话可说。3大家族的产业，我可以1成都不要。秦王，告辞。楚公子请留步，臣子们不懂事，还望楚公子和罗老不要生气呀。这样吧，为了表达歉意，朕可以准许楚公子进入王国宝库中任意挑选3件宝物。楚公子意下如何呀？既然如此，那就谢谢秦王了。楚公子，请。瑞王可曾想过坐上那秦王之位啊？喂，楚公子，这个玩笑可是开不得的呀！我只是开个玩笑罢了。这是宝库的第1层，全都是中品玉璧啊！一个小小的王国，竟然就如此的富有。虽然说在这个强者为尊的世界上，修为越高就越是富有，但却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经营之道。即使是在占灵境的层次当中，入不敷出的人也是大有人在呀。我对玉璧没有兴趣，带我去看一看你们王室千百年来收藏的奇物级材料吧。好。你小子居然对这么多的玉璧都不动心啊？这可都是中品玉璧啊！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是奇物啊！楚公子好见识。我曾经听一位前辈说过，有很多奇物是玉璧买不到的，正因为是奇货可居，很多强者倾尽所有都买不到啊。瑞王说的没错，不过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奇物更加珍贵的。哦，还请楚公子赐教。是懂得使用奇物的人呐。原来如此啊。我们王室历经千百年来，的确是收藏了不少可以称之为奇物的材料，只是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用来做什么的。藏着宝物却不知道如何使用，那就是暴殄天物，如鸡肋一般了。这里就是我们王室收藏的诸多宝物了，其中亦有称之为奇物的材料，楚公子可以随便挑选。千年云罗草，这可是炼制化钢丹的主药啊！楚臣，这里有一块紫星云铁，据说用它来炼器，可以炼制出增幅5成之力的中品灵器啊！有凶兽的气息，这应该是某种凶兽的内丹吧？不过从这个气息上来看，只是个单元级凶兽的内丹而已啊！你懂什么呀？这可是金翅鸟的内丹呐！金翅鸟虽然只是单元级的凶兽，但却传闻其体内流淌着上古神鸟金翅大鹏的血脉。你可拉倒吧你！传说终究只是传说而已啊！如果真的拥有上古神鸟的血脉，又怎么可能只是区区单元级的凶兽啊？要我说，你还不如拿下那株千年云罗草，若是能够炼制出化钢丹，说不定就可以让我突破到天罡7重境呢。与金翅鸟的内丹比起来，千年云罗草不过就是路边的杂草罢了。可以。按照王上的旨意，楚公子还可以选择2件宝物。千年云罗草啊，不是你拿那紫星云铁也成啊？喂，罗老头，你跟在我的身边也有一段时间了，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眼界与见识远远不是你所能够相提并论的？我说你都一大把年纪了，就别耍宝了，好好动一动你的脑子。莫非你手中这枚莲子有什么讲究？3级灵药之中有一种叫做白心莲的灵药，这种灵药300年生1颗莲子，并且每一株白心莲只会生1颗莲子，叫做清水莲子。
然而，在1000株白心莲当中，也只有极小的概率才会有一颗清水莲子化作玄水莲子，属于奇物。无论是价值还是效果，都已经远远和白心莲不在同一个层次了。而我手中的这颗玄水莲子，就是上千株白心莲里面都难以找出来的奇物级灵药。哈，楚公子真是博学，我也是在王宫宝库的书册上看到过相关的记载，才知道这种奇物的。可否还有第3层宝库啊？没有了。既然如此，宝物我拿了2样，剩下的1样宝物，你自己拿1件吧。哎，这可是你说的。以你的资质和根骨，就算是炼制出了化钢丹，也不可能突破到天罡7重境的。什么？难道你忘了我当初告诉过你，你若是想要突破，唯有炼制出纯阳丹，亦或者是借助天罡化元阵才行啊。唯有这2种办法，才能够洗礼你的资质与根骨，让你具备突破天罡7重境的身体条件。因为你的根骨已经定型，潜力用尽，按理说天罡6重境就已经是你的极限了。这，走吧，跟我回汉白城。纯阳丹是5品灵丹，将来等我的灵火晋级为5品，凑齐材料就能给你炼制出来。到时候你的一身根骨资质得到纯阳之气的洗礼，可以让你焕发出更大的潜能。莫说是天罡7重境了，将来就算是突破到战灵境，也不是没有希望啊！真的。楚少，可否告诉老夫你是如何治好的秦王啊？那合欢毒据我所知乃是无解之毒啊！不要抱着固定的思路去想这个问题，具体如何我不方便告诉你。如果你自己能想明白的话，也不要声张啊。哼，那个，楚少需要的那5种灵药，每一种都是奇物，过于难寻了。老夫呢，也只是找到了1种。这里面是千年青木根，乃是用来炼制疗伤圣药的好东西。任何疗伤丹药，只要炼制的过程当中加入一些，就能够将疗伤的效果提升数倍，甚至可以达到活死人肉白骨的功效。是我从一位好友那边换来的，价值数十万玉币。玉璧的事情，郭老不用担心，我给你100万玉璧。楚少太客气了，玉璧老夫就不要了，还请楚少可以在医术上指点1、2。郭老，你倒是一个聪明人呐！指点你医术呢，倒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医术的精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做得到的，而我不可能在咸都之中停留，所以呢，也就没有时间来指点你。虽然不能得到楚少的指点，但这千年青木根，老夫依旧还是送给公子了。好，正所谓无功不受禄，既然我拿了这一株千年青木根，自然就要有所回报。这样吧，我用半个时辰的时间传授给你小5行刑侦之术，你能够领悟多少，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5种主药已经凑齐了3种，距离我和柳天明约定的时间也快要临近了。那奇物阁的奇物史应该不会让我失望吧？陈儿，你回来了！哎呀，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啊！你已经知道咸都发生的事情了？哎，是啊，听说咸都之中3大家族谋反，死了很多人，恰好你又去了咸都，要找3大家族的麻烦。哎呀，不过你能平安归来呀，我和你爹啊也就放心了。这点小事你也担心啊？未免也太小看我了。况且有罗老头跟在我的身边呢，他是天罡6重境的修为，谁还能伤到我不成啊？走吧，我们去大厅。我这一次啊，可是带来了不少好东西啊！我的天哪，楚尘呐，你这家伙不会是把3大家族的宝库给洗劫了吧？也算是吧。而秦国王室，光是宝库中所堆积的玉璧，还要比这个多出更多呀。这就是经营啊！对于懂得经营的势力来说，财富的积累并不算多么的困难。
没错，不过这个世上懂得经营的人并不多呀。那罗老头的修为虽然是天罡6重境，但是在过去的时候，他所赚取到的玉币基本上也就勉强足够他自身修行所需，基本上很少有剩下来的结余啊。但是如果他能换一种思路的话，凭借他天罡6重境的修为，掌控几个小家族，让那些个小家族的人为他去经营一些产业，那么就算是多了不说吧，起码随随便便赚取个几百万的玉币财富还是轻而易举的。喂，你小子说这话什么意思？你是说老夫我没脑子吗？啊？哼，你如果有脑子的话，还能沦落到这一步吗？这些玉币的数量虽然惊人，但实际上如果想要支撑我们整个楚家的发展，以及诸多人的修行所需，最多也就维持10年左右就会消耗殆尽。所以归根结底，就像是我刚才说的，懂得经营才是一个家族可以蓬勃稳定发展的基础。此次咸都谋反，秦国王室能够以雷霆之势剿灭3大家族，我在其中也占据了不小的功劳。所以3大家族的产业，其中的5成将会在不久之后成为我们楚家名下的产业。关于这件事情呢，爷爷你就负责安排人前往咸都，去跟秦国王室的人进行交接就可以了。好的。有了这些资源和产业，不出5年，楚家就能够发展起来。炼丹的事情就需要陈老你多操心一下了。陈老与郭老还有秦国王室的关系不错，去咸都交接的事情就交给陈老，如何？没问题。陈儿，你这是打算要走了吗？啊，那个我的确是最近一段时间就会离开，快则1个月，最晚也不会超过3个月就会走。我离开是必然的，因为在大秦王国这样的地方是找寻不到可以恢复丹田损伤的灵药的。恢复丹田损伤？或许在很多人看来，丹田被废就永远无法恢复，但是对于我而言，却并非没有这个可能。不过父亲还是要多等一等了。好，无论等多久，我都会等。放心吧，父亲，那一天呢不会太久远了。到时候我们父子2人一起去那慕容家，倒要看一看那些个老太婆的嘴脸。灵纹之术对于我而言，辅助的作用很大，尤其是在我修行的前期阶段。当初轮回眼第1转神通的开启，是吞噬吸收了我8世积累的强大灵魂力。8世积累的灵魂力是何等的强大与恐怖啊！这样算起来的话，我要开启第2转神通所需要的灵纹之力，那岂不是一个天文数字啊？公子，柳供奉求见。楚少，齐武使来了。好，来的倒是挺快的呀。进来。见过齐武使大人。哈哈，刘管事不用多礼，你身边的这位少年郎就是这次的买主吧？是的，齐武使大人。没想到阁下如此年轻，就坐上了齐武使的位置。哈哈，这么说来，小兄弟似乎对我们齐武使颇有了解。据我所知啊，你只是一个亡国小家族的子弟，若是没有刘管事的引荐，你是接触不到我们齐武阁的呀。哈，只是偶尔听说一些罢了。据我所知，初级齐武使负责皇朝范围的齐物交易，一身修为最低也是天罡7重境的要求，所以看到阁下如此的年轻，有些惊讶。哈哈哈哈，相比起我倒是更好奇小兄弟你啊。我看小兄弟将来绝非是池中之物啊！哼，阁下客气了。不知道我所需要的东西是否带来了？根据刘管事提供的信息，小兄弟需要的5种奇物我都带来了。不过你也应该知道，这奇物的价格并不固定，最终的定价是以我这边为准的。不知道小兄弟，你是5种奇物都要啊，还是只要某几种呢？我要火纹珠果和地龙宝皮。火纹珠果为奇物级3级灵药，我这边的定价是200万玉币。地龙宝皮相对来说更加的珍贵一些，乃是一种拥有龙之血脉的凶兽，其身上唯一蕴藏龙之血脉的宝皮，定价为500万玉币。
这么高？虽然我不清楚刘管事给你的报价是多少，但是如果你了解奇物阁的规矩，就应该知道奇物的价格会有波动，同时呢，奇物的定价也是由奇物室来定的。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到价格会这么高。一般来说，召唤奇物室进行交易，若是我拿不出这么多的玉币，就要给予奇物室一定的赔偿。不知道我要赔偿多少呢？500万玉币。哼，没想到遇到了一个面善心黑的家伙呀！既然是奇物室的定价，那么我也只能认了。小兄弟还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呐！小兄弟能有这般的气魄，日后定然是人中龙凤，不可限量。交易愉快。楚少，幸亏你这次忍了下来，不然的话，麻烦可就大了。哼，我的东西可没那么容易被人坑走。楚少，对方的来历绝对不会简单。20岁左右的天罡7重境，我也只是听说过，没想到真的存在呀。将来还会见面的，到时候他从我这里坑走的，我会要他100倍1000倍的给我吐出来。虽然500万玉币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但是在这样无趣的历练上，也算是给自己找点乐子吧。没想到小小的一个王国之中，还能遇到一个有趣的小子，沉稳从容，高深莫测，还真是有点意思呢。按照那些老家伙的意思，是要我以奇物室的身份历练，唯有突破到天罡8重境之后，才允许我回去。那些烦人的老东西们呢？我怎么感觉你从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候，就像是一头凶兽苏醒了似的？相对于同境界的武者来说，我比凶兽更加的可怕。你现在是什么境界啊？聚气10重境。这么快？爹，我打算去一趟青州。你回青州做什么呀？青州的那座大阵也是时候该解决了。你要去解决挟天运魔阵？莫非令师尊要出手了？还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解决。一旦青州的灵阵可以解决，曾经只要是在青州待过的人都会感觉到有些东西回到了自己的身上，到时候你们都会有所感觉的。我记得你曾经修炼的功法名为玄心黄道诀，那是一门地阶上品功法。你所出身的家族应该是某一个皇朝吧，而且还是一朝的皇室啊。我并没有想要杀了他，爹爹说会保护我，他说即使是他死了，也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我。你的父亲虽然想要保护你，但他只是一个王侯。是啊，父亲只是一个王侯。如果他不管我，将我交给皇宫的人，我也不会怪他，因为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妖孽，是妖怪，甚至于就连我自己也都这样认为。但是你知道吗？将近园灵纹封印在我身上的，就是我的父亲啊！原来如此啊！我相信你的父亲也应该有他的苦衷。天姑的预言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天姑说雨滴的转世身已经出现，让我来这里寻找。这区区一个亡国之地，资源贫瘠，天地元气匮乏，雨滴转世身怎么可能会在这里？我已经找了18年了，若是找不到雨滴转世身，我们凌寒宫难道就这样永远的隐世不出吗？按照天姑的预言，只要我接近雨滴转世身一定的范围，这枚吊坠就会发光。我足足等待了18年，雨滴转世身出现了。一个资源匮乏的亡国之地，怎么会出现这种级别的武修？你是何人？这位姐姐，你为何要拦住我们？
姐姐是为你而来，为我而来。不过，我好像并不认识姐姐。你不认识我也是正常的，不过以后我们就会认识了。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有什么话不妨明说。你不需要知道，而且你的手放在了不该放的地方。楚尘，你要杀我？亵渎圣女，杀你1万次都不足惜。圣女？你是说她？死人不需要知道的太多。你他妈的，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呀？住手！无极顺势！你这个疯女人，老子究竟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你他妈的就要杀我！我想起来了，在一本古籍中，我看到过一些记载，你的这双眼睛是轮回眼。你竟然认识我的轮回眼？我不光认识你的轮回眼，我还知道轮回眼中的金色纹路与转世的次数有关。而你的轮回眼已经有9道经文，属于传说中已经达到圆满境界的9纹轮回眼。若我所料不错的话，过去的你曾经有过无比强大的辉煌，可以经历9世轮回，扛过轮回大劫的人，绝不会是弱者。你这个疯女人既然知道，那么你打算如何？杀了我吗？我不会杀你。你不杀我？是的，受到祖训的约束，我不会杀拥有轮回眼的人。但是，我必须要带走圣女。就算曾经的你或许称雄过某一个时代，以你现在的实力，也无法阻止我。如果你不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我是不会让你带她走的。哼，很可惜，你并不具备与我讲条件的能力。楚尘，林寒，柔儿，或许对方之所以带走了他，是因为他是梅凌寒转世之身的缘故吗？无论你是谁，将来等我弄清楚了这一切，我会让你们知道招惹我的后果。属下参见公主。有一个人授予祖训，本宫不能亲手杀之，你去将他斩了。是。那拥有轮回眼之人，必然是某位强者转世，修炼上古禁忌功法，也不知道怀有什么目的。圣女似乎很在意他，那便只能杀了他了。轮回眼示警，莫非有人要杀我？能让我有这般威胁感的人，极有可能是那个白衣女人。但是她曾经说过，授予祖训不会杀我。但是她不杀我，未必就不会让别人来杀我呀。好，我没有猜错，此人必然是被那个疯女人派来杀我的。但是她是如何找到我所在的具体方位的呢？应该就在这附近才对呀。难道真的不在这儿？哼，我去其他的地方找找吧。看来他真的不在这里啊。公主不是在他的身上留下了追踪的气息吗？追踪气息？他接连试探了2次，应该是真的离开了。从我的身边强行带走了苏小柔，更是还派人过来杀我，真当我是泥捏的吗？该死！我知道你肯定就藏在这附近，因为凭你的实力，根本就不可能化解掉公主的追踪印记。哼，你以为你不出现，我就拿你没有办法了吗？看来这种追踪印记只能够维持3天，就会自行消散。但是那个疯女人，你给我等着，早晚有一天，我会亲手宰了你。等我轮回眼的问题解决了之后，凭借我的灵纹之术，可以炼制一条傀儡假臂，暂时先用着。玄心之术，
看来我要调养几天，才能够完全恢复了。或许对我而言，更适合自己一个人孤身修行吧。请问，这里距离青州城还有多远？阿东，你也太一惊一乍了吧！我还以为有什么大家伙摸过来了呢，原来只是一个山林中迷了路的少年郎啊！哎，不要放松警惕，小兄弟迷路了。你叫什么名字？可是这青州之人？没错，我的确是青州之人，叫做楚尘。姓楚，小兄弟是楚家人啊？看样子年龄也就在15岁左右啊。啊，原来小兄弟不是楚家的人呐。我听说前阵子青州楚家举族迁徙，已经离开了。小兄弟你似乎是受伤了。啊，来青州的路上遇到了一头凶兽，差点连命都丢了。只要人活着就很好了。那个，可以给我一些水吗？如果有套衣服的话，就更好了。当然可以，出门在外谁都不容易，小兄弟遇到了难处啊，我们也是能帮则帮。多谢。那个，这里距离青州还有多远？啊，没有多远，日落之前呢，我们应该可以回到青州的。小兄弟可以与我们同行。啊，没有多远，日落之前呢，我们应该可以回到青州的。虎哥，这小子看起来细皮嫩肉的，一看就应该是某些世家的公子哥，不如我们啊？喂，你这个家伙想什么呢？啊，人家一个少年郎遇难迷路，你还想要谋财害命啊？你他妈的还有没有点人性啊？你小子他妈的给我记住了，我阿虎将来就算是饿死，也绝对不会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儿。你以后如果还是这样的话，以后就别再跟着我了。别啊，虎哥，我就是说说，就是说说嘛。哎，这点东西怎么够垫肚子的？阿春，你再去一趟。无功不受禄，处理这些野味儿就交给我吧。那就麻烦小兄弟了。哎，阿东啊，去给小兄弟帮帮忙，打打下手。哎，好嘞。哼，光会烤肉算什么本事啊？你这辈子估计只能去酒楼里当个打下手的了。好了，小兄弟遇难，你还说这种话？哎，我这妹妹啊，被我从小惯坏了。小兄弟，你别介意啊啊！他就算是介意，又能把我怎么样？他能有你这样的哥哥，也是他的幸运。小兄弟谬赞了，赶紧吃完，我们还能在日落之前呢赶回青州呢。恐怕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了。什么人？小心！几位身手不错呀。乔奎，你敢偷袭老子？哼！就凭你带来的这些杂鱼，还不够老子这把刀砍的。你是林老怪。你们这些小家伙倒是认识老夫啊。小丫头长得虽然不算多么漂亮，但是身材很不错，倒是勉强可以做老夫的顶炉了。你做梦！林前辈，我们与你并没有任何的恩怨，还请放过我妹妹。我们可以将身上所有的财物都送给前辈。哼，你也算什么东西？就你们那点东西，老夫会看在眼里。阿虎，当年你废了我一只眼，今天这笔账我要好好的跟你算一算。林前辈，您当初答应过，只要您对这个女人满意的话，就会帮我废掉阿虎他们的修为。小丫头，老夫的耐心很有限，给你一个机会，脱光你身上的衣服走过来，老夫就不出手对付你的同伴。不然的话，老夫就废掉他们的修为，后果你应该明白。我跟你拼了！虎哥，别激动啊，那可是聚气10重境的高手啊！吃完了。林老怪是吧？我记得你
不知死活的小家伙，敢跟老夫这般说话！乔奎，杀了他！谁敢插手，老夫就杀了谁！小丫头，你给我继续拖！小兄弟小心！他炖什么？刚才是什么东西啊？你们是在找他吗？哼，你这老东西记性似乎很不好啊！你是？哼，看来你已经是认出我来了。说实话，我的确很佩服你。区一个15岁都不到的少年，竟然可以做到魂力控物，你能奈我何？哼，不知所谓。当年就要杀你，只是像你这种小角色被我给忽略掉了。既然你自己找死跑到我的面前来，那就送你上路吧。这一路之上承蒙你的照顾，剩下的这些人如何处理，决定权就交给你了。阿群，你，虎哥，你太优柔寡断了。你可曾想过，如果不是有楚公子在这儿，我们这些人都已经被乔奎害死了。当年乔奎和我们抢夺猎物之时，我就让你杀了他，但是你还是心软，饶了他一命。难道你希望将来乔奎再找来一个陈老怪或者是赵老怪啊？斩草要除根，林老怪的死不能让其他任何人知道。阿春，哥对不起你，阿群说的没错。当年我如果杀了乔奎那个混蛋，你就不会遭遇这样的羞辱了。阿群说的没错，你太优柔寡断了，我恨你。这个世上是没有后悔药的，如果没有楚公子的话，我已经被当作顶楼奸污了，甚至有可能被人玩弄了之后杀死。楚公子，我为我之前说过的一些话跟你道歉。唉，悔恨是没有用的，想一想今后应该怎么做。哎，此地已经封锁，任何人不得接近，赶紧离开。为何封锁？有必要跟你解释吗？单元7重境，衔接上品猎魂功法。哎，行了，师弟，你跟这些底层的蝼蚁计较个什么呀？哼，不给这些蝼蚁一点颜色瞧瞧，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差距。一共有4个街道可以抵达亲王塔的所在，每一个街道的入口处都有3个年轻的武者看守，每个人的修为都在单元7重境以上。地庭下达了历练任务，居然让我们来到这贫瘠之地看守街道。喂，别胡乱的抱怨啊！听说是上面安排下来的任务。上面？难道你说的是？哦，他们果然是为了太乙夺天大阵而来。能不能成，就看我这轮回眼了。本来按照我的想法，直接去亲王塔的阵眼，尝试是否可以凭借轮回眼直接吸收吞噬掉整个大阵的灵纹。不过这个办法现在只能放弃了。那个青甲男子的修为最少是天罡7重境以上，我远不是他的对手。阵眼不能动，那我就先收掉其他地方的灵纹。左大师进入那座塔已经很久了，怎么还没出来？谁知道呢？这回的历练任务期限是1个月，估计咱们短时间内啊，应该都。几位公子，这是刚做好的菜肴。哟，这小妞长得倒是颇有几分姿色呀！啊，嘿嘿，哎，挺有料的。穿这么宽松的衣服，那可是浪费了你的好身材呀！几位公子，还请放过小女。滚一边去！本公子看上你的女儿，那是你的福气，别不识好歹。哎，王东，你这个家伙好色的毛病要改一改。你们还别说啊，有些不起眼的小地方还真有不错的尤物啊。你们还盯着一会儿啊，我去就来啊。哎，那小妞确实挺不错的，可惜被王栋抢了先手，不然的话，我也挺想玩玩的。哎，陈超，男人好色虽然没什么不对啊，但是要分时候，更重要的还是修行啊。我说刘勇师兄，你是将一颗心都放在了小师妹的身上，所以看不上别的女人才这么说吧？啊！求求你放过我们，求求你！本公子看上你，那是你的福分，别给脸不要脸。
如果你把本公子伺候的舒服了，说不定本公子可以把你带回去，让你当一个丫鬟。不然的话，本公子就杀了你。这些家伙简直就是人渣。王栋那家伙这么快就完事儿了？他奶奶的！哎，我说王栋，好好的一个小美人儿，就这么被你他娘的糟蹋了啊！哎，王栋，你赶紧给我出来，要不然我绝对把这件事情让整个师门的人都知道。我跟你说话呢，你听到没有啊？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呐。哎，小心！什么人居然敢来找我们青岩宗的麻烦？哎，王栋，你丫的不会是死了吧？小心！车里根本就没人。刘勇师兄，你也太小心了。什么？陈师弟？接下来就剩下你了。控之力，肉身之力。黄金巨象，你是什么人？找死！接下品战技青鹏战法，无极顺势，无极风势。这不可能！掌握有某种极其强大的战技，哼，在战斗中居然还敢走神儿！真元凝甲，无极阵势。只伤了皮肉，却未伤到筋骨、内脏和经脉。哦，想逃？看来失去了一只右手，对我一身实力的发挥影响不小啊！不要！果然如此，不知道要吞噬多少道灵纹的能量，轮回眼才会开启第二道神通。李师兄，刘勇那边的人还没来呢。不是说好了半个时辰就要来这边向黎师兄汇报情况的吗？哼，刘勇他们三个好大的胆子，竟然敢不听黎师兄的话！哎，白天的时候我看见刘勇他们三个在一家酒楼，那个酒楼老板的女儿可是长得不错呢。哎，王栋那家伙好像和刘勇在一起吧？那家伙可是好色成性，肯定是玩女人耽误了时间。如果他敢因为玩女人耽误了正事儿，我亲手阉了他。这些青岩宗的弟子一共看守4条街道的入口，每一个街道的入口都有3人看守，也就是一共12个人。哎，是徐伟师弟的声音，出事了！该死，他们不见了，这里有些灰烬呢。是灵火的气息。这凶手看来不是一般人呢，只有医师和灵纹师才会凝练灵火，发信号让其他地方的人小心戒备，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揪出来。他在那儿。是你？我本以为将你杀死了，没想到你还活着。该死！你们都回去吧，此人交给我了。是，左大师。是不是一个女人让你追杀我的？哼，身为一个将死之人，你没有必要知道的那么多。死了之后，去地府问阎王吧。哼，既然如此，你还不动手啊？哼，我暂时不会杀你。之前我感应到大阵的阵眼出现了异常，应该是你在外面动了什么手脚吧。不过无所谓了，我布置了一座血炼之阵，需要活人当祭品。原本是准备找一个外门弟子当祭品的，正好撞见了你。一些，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反正无论如何，你都会死。看来你还是一个5品的灵纹师啊！不用白费心机了，我所布置的血炼之阵乃是5品灵阵。以你那点微末的修为，只要触碰到灵纹的瞬间，就会直接化作脓血，以你的血来祭阵，你应该感到荣幸。我荣幸你18代祖宗。既然你那么想死，我就成全你。哼，一言你大爷，我会亲手捏死你，给我等着！哼，不知死活的东西。你就这么认定我死定了？死！该死的小畜生！居然在吸收太乙大阵的力量！
混账东西，赶紧给我停下来呀！这该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第二种神通的雏形已经开始显现了，不过太乙多天大阵毕竟是7级大灵阵，轮回眼估计无法将这座大阵的能量完全吸收，就可以完成升级了。果然没死。哼，这样弄死你，实在是便宜你了。可以抵挡天罡4重境武者的攻击。这件青灵战甲也算是相对不错的中品防御灵器了。一位5品灵纹师的纳戒，应该会让我小小的惊喜一下吧。我这双眼睛简直就是个无底洞啊！既然跌落到4级灵阵的程度，那么即使是没有了轮回眼吞噬灵纹之力的特性，凭借我如今的灵纹之术，也能够破掉了。哈哈哈！5品灵纹师的纳戒果然还是让人比较满意的呀。有一座太乙多天大阵出问题了。7000多年前，圣祖布局，在整个西玄之地耗尽数千年的岁月，一共布下7座太乙多天大阵，汇聚无穷的运势，使得我们太乙圣地运势昌隆，可与上古传承相比肩。数百年前，圣祖传人真辉背叛宗门，毁掉了一座大阵，如今竟然又有一座大阵出了问题，罪无可恕。大阵所在为中心，方圆5000里之地，寸草不生。是，纯粹的肉身就已经是丹元6重境了。可惜呀，只有一只手，让我铭刻灵纹的效率降低了很多呀。左大师怎么还不出来？我们到底要在这地方守多久啊？没想到只是在一个小小的王国中历练，竟然死掉了5位同门的师兄弟啊！那个凶手落在左大师的手里，肯定是必死无疑的。而左大师乃是5品灵纹师，更是天罡7重境的强者，落在左大师的手中，他断然没有活下来的可能啊！哎，黎师兄说的对啊，果然还是黎师兄想得周到，佩服佩服。是啊，黎师兄可是丹元8重境的修为呢。医生，有左大师在，这些事情根本就不需要我们来操心。左大师，那可是5品灵纹大师呢。这是他就是当初杀死5位同门的凶手。左大师呢？这个人落在左大师的手中，怎么可能还活着？虽然磨难重重，游走于生死的边缘，但是我的收获也很大，修为突破到了丹元3重境不说，还开启了丹元境的第一个人体秘藏。那座塔为何会崩塌？左大师呢？没想到他只是一个丹元5重境的家伙，死掉的5位同门可都是丹元7重境啊！哼，肯定是他暗中偷袭，以阴险的手段害死了那几位师兄弟。我们要为同门师兄弟报仇雪恨。你们是说那个穿着青色战甲的家伙？如果他是你们口中所谓的左大师，哼，那么很不幸的告诉你们，他已经死了。死了？这不可能！就凭你一个小小的丹元5重境，怎么可能杀死天罡7重境的左大师呢？胡说八道！将他拿下，一切就都可明了了。老老实实的束手就擒吧，还能少吃一些苦头。哼，区区一个丹元7重境，这口气倒是不小。哼，给我死！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地阶战技水月剑指！地阶下品战技大成，哼，一招毙命！你们这些垃圾一起上吧，解决了你们，我还要赶路呢。狂妄，杀了他！是，这怎么可能呢？他施展的到底是什么战技呀？威力太强了！为何我没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任何真元气息的波动啊？
混账东西！下品灵剑，增幅之力超过了3成。混账！你有本事别躲呀！哼，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这么白痴吗？难道你没发现，你跟在我的屁股后边就像是一条狗一般，而我是在遛狗吗？小混蛋，我黎青要把你碎尸万段！解决掉这些杂鱼，然后再解决你这条杂鱼。哼，我不杀你，誓不为人！残影闪光剑，剑法战绩圆满啊！这次我看你死不死！就算你再厉害，终究也不过是一个单元6重境的武者。凭借灵剑增幅，我这一击蕴藏了168项之力，还是地阶下品战绩大圆满。你就算是不死，也别想再爬起来了。我会斩下你的左臂，然后再砍断你的双腿，把你做成个人棍儿，然后我再一点一点的折磨你，让你生不如死。你居然还能站起身来！哼，你不会以为就刚才那种程度的攻击就可以杀死我吧？哼，不过只是有点淤青而已，破防都做不到罢了。你到底是什么人？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就嚷嚷着要来杀我，你们可真是可悲呀！你可知道我们来自青岩地庭？你一个小小的王国武修敢与地庭为敌？区区一个地庭而已，还不值得让我忌惮什么？就算你是圣地的圣子，今天也只能是把命留在这里。去死吧！你太天真了，狗就算是变成了疯狗，也改变不了它还是狗这个事实啊！这不可能！无极阵势，你到底是什么修为？恐怕用不了多久，整个青州都会变成一片死地吧。啊，该死的紫文雕，索性还是逃出来了。只是希望大难不死，能有后福啊。仙儿，你认识我？楚尘，楚尘，你醒了？给我点水喝。给。如果不是遇到了你呀，我说不定就直接被野兽给叼走了。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不过你这怎么变得这么狼狈了？一言难尽呐。来吃点东西吧。看来这段时间你的修为精进了不少啊。那就要谢谢你当初给我的洗髓丹了。洗精法髓之后，我的资质提升很多，所以才会修炼得这么快。还有你给我的炼魂功法，玄阶功法果然很厉害。我的灵魂力可是已经达到了单元1重境呢。灵魂力越强，吸收炼化天地元气的速度和效率也更强。可惜就是我修炼的功法差了点儿，不然的话我应该可以突破到单元境的。我可以传给你一门功法。啊，你要传授给我功法？没错，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你的资质已经达到了9级，相当于凡人体质的极限了。而我传授给你的功法，若是你能够修炼到一定的境界，就有机会超越凡人体质的极限，成为后天之体，不弱于先天。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过后天努力修炼出来的体质，甚至比先天更加强大。因为这份力量来之不易，更懂得运用与掌握。天哪，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我听说功法是很重要的传承，你就这样随随便便的传授给我，你背后的家族或是宗门会同意吗？我的功法都是我自己的，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和顾虑。
喂，你到底学不学啊？学，当然学。我传授给你的功法名为玄女天功，没有我的同意，你不可以将这门功法传授给任何人。同时，也尽量不要让人知道你修炼了这门功法，否则会有很多人都想要杀死你，得到这门功法。这么严重？难道这门功法很厉害吗？天阶功法，你说厉不厉害呀？什么？你说这是天阶功法？那我以后岂不是要被追杀了？你说你传授给我这么厉害的功法干什么？如果被人知道了……行了，别耍宝了，以后你只要小心一点，不要被人知道就行了。将来你凭借这门功法变厉害了，到时候就算别人知道你修炼了天阶功法，谁又能把你怎么样啊？你说的也对啊。天下之大，何处不可去的？这才像你的性格吗？这里是大秦王国的边界地带，我打算离开这里，进入大周皇朝的境内。你呢？我也是浪迹天涯，四处为家。要不我就跟着你吧。那就一起走吧。还是会有些破绽呢。这是你自己炼制的？我是一个灵纹师，而灵纹一道延伸出来的就有傀儡一道，这是傀儡假臂。在我得到再生丹以前，暂时就只能用这条手臂了。你居然是一个灵纹师？前面应该就是云梦岭了。我不怕。这种级别的天才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你是何人？为何阻拦我等的去路？我为秦族圣子，寻龙神后裔一战。不好意思，我们圣女没有时间答应你的约战。我想要他体内的真神体魄。我们不知道你说的真神体魄是什么。秦族圣子，你不要欺人太甚。你若执意妄为，恐怕秦族就要换一个圣子了。龙宫圣女的口气倒是不小，那就让我见识见识，你融合了龙神体魄之后，实力如何？如果你不如我，那么我就要辣手摧花，将龙神体魄从你的丹田里挖出来了。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这些人好强大啊，简直就像是天神下凡一般。将来你也可以变得和他们一样强大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离开这片区域。上古龙神的传承，秦族的圣子，莫非历经过去了数万年，这个时代将要再次出现真神了吗？倒也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我看两位似乎年纪不大，以这样的年纪就来云梦岭中历练，可是很危险的事情啊！这就不劳烦你来操心了。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最好不要拦着我们的路。丹元三重境，朋友看来天赋很高啊。既然你也是丹元三重境的修为，那么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加入我们的小队呢？季庆元，你找到适合我们队伍的人了啊？哟，龙老，我听季庆元说，小兄弟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呀。我们什么时候说过加入你吗？你们可真是不讲道理。我如果说不愿意，你会怎样？不怎么样。在这云梦岭一带，还没有多少人敢拒绝我鲁春秋。你拒绝也可以，但要接我一掌。那如果我们加入你们的队伍，我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好处？我们既然邀请你加入进来，那么自然就是有好处的。不知道小兄弟，你是否听说了最近上古秦族的人出现在了云梦岭这一带呀？自然是听说了。既然你听说过，那就简单了。你试想一下，
上古秦族是怎样的庞然大物啊？他们那些人高高在上，却来到了这小小的云梦岭，肯定是为了寻找某种宝物而来。而老夫便是发现了一处藏宝之地，但是因为那个地方存在有一座灵阵，需要凑齐5个单元3重境的武者才能够开启，而我们只有4个人呐。现在你应该知道加入我们的好处有多大了吧？只要你和我们一起去联手破掉那座灵阵，